係咁網友，我成日睇韓劇嘅，咁韓劇咧，凡係做總統同埋做總統候選人嗰啲咧，冚唪唥都係大反派嚟嘅。咁咧就我覺得咧，就係呢啲咁嘅宮鬥片咧，係太過戲劇性。你估唔到韓國一個已經行咗30年民主嘅國家，琴晚竟然發生一件咁嘅事。亦都係彰顯咗，結果係彰顯咗韓國，佢彰顯咗兩樣嘢。第一就係韓國嗰啲既得利益者，喺韓國民主政治既得利益者嘅唔成熟，呢個尹錫悅同埋佢嗰班人。然後就係嗰個韓國民主已經有相當嘅韌性，唔係咁容易推翻嘅。好啦。10月3號，我翻去睇呢啲新聞，我真係嚇一跳嚇！歷史上最短嘅戒嚴令，10月4號清晨，尹錫悅表示接受，結束6個鐘頭嘅戒嚴令。佢宣布戒嚴到取消戒嚴6個鐘頭。上一次係幾時呢？1980年，40幾年前曾經宣布過戒嚴。嗰陣時我喺漢城，嗰陣時叫漢城。尹錫悅10月4號凌晨4點20分，好明顯揀呢個咁嘅時候發表公開演講。唔係嗰個係解除戒嚴嗰陣時話，國會要求解除戒嚴，我已經撤回投入戒嚴事務嘅軍隊，放棄啦。10月4號凌晨4點20分，佢認輸啦，佢認輸。好啦，佢講佢點解要戒嚴呢？係為咗保護國家免受反國家勢力嘅侵害。有啲人咧勾結朝鮮，害呢個親朝鮮嘅勢力，害呢個韓國，而對抗意在癱瘓本國基本職能嘅反國家勢力。呢個係指反對黨嚇，一陣我會解釋俾你聽點解。尹錫悅又請求國會立即停止反覆嘅彈劾、立法舞弊同埋預算舞弊。佢係個國會係預備通過一啲預算，針對佢老婆收受嘅嘢，整一條特別嘅法案嚟對付佢老婆嘅呢個啊。最後表示呢一個即使戒除戒嚴，仍要求國會停止透過各種手段嚟癱瘓國家職能嘅魯莽行為。其實簡單啲嚟講，佢發動呢一個戒嚴，就因為反對黨想癱瘓國家，佢認為管治唔能夠再做落去。嗱，但係喺憲法上嘅argument係點呢？我就話俾大家聽。好啦，我哋翻轉頭啦。12月3號晚上12點23分，晚上10點23分，突然之間全國電視直播宣布緊急戒嚴。呢個係1979年朴正熙總統遇刺之後首次宣布戒嚴，以後因為嗰次戒嚴啊係咁 infamous， 結果被全斗煥奪咗個權力啊！結果全斗煥奪咗權力，以後啲人唔係咁輕易宣布戒嚴嘅。1979年嗰次戒嚴呢，我係喺漢城嘅嗰晚睇住，咦喺酒店睇到點解周街都係打得車？呢個係南韓戒嚴呢，就有條友要做戒嚴總司令。南韓參謀總長朴永安珠被任命為戒嚴司令。軍方派出特種部隊同埋武裝直升機去國會，係想制止國會開會嘅。其實佢哋係尹錫悅話要剿滅親北京勢力，所謂剿滅就要拉晒佢哋嘅咯，維護自由憲法秩序，並表示目標係將南韓重建為自由民主國家，即係話南韓唔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戒嚴令包括禁止國會、地方議會政黨活動，同政治有關嘅結社集會示威。最重要唔准任何政治活動，最重要唔准國會同地方議會開會。我哋睇睇嗰啲條文，佢係冇權咁做嘅。呢個係呢個一講呢個咧，呢個就係違憲，禁止國會開會，禁止政黨活動。呢個得嘅，禁止政治活動，媒體管制，所有
媒體出版物都受戒嚴司令，禁止假新聞、輿論操縱。咁呢個呢，就即係唔中意嘅新聞，佢會拉你。任何企圖推翻自由民主制度嘅言論，講下都唔得。嗱，呢條對付醫療人員，我講俾你聽點解叫對付醫療人員。醫療人員24小時、48小時翻工作崗位，包括專科醫生嘅醫療人員一定要復職，冇做嗰啲要翻去做，違者依法處置。禁止罷工、怠工、煽動社會混亂、示威運動，違反者可以無逮捕令情況下被捕。戒嚴司令部可以進行搜查扣押，好大權力，可對違反者直接扣留。普通公民日常生活正常避免參與可能引起社會動盪嘅活動，要配合戒嚴司令。主要就係其實要鎮壓反對黨同埋媒體。尹錫悅嘅決定事前冇通知執政黨，好秘密。甚至連國民力量黨魁韓東勳都係睇新聞先知，呢個係一個突襲性嘅政治行動。佢係預備 attack by surprise， 但我話俾你聽，結果都係漏咗消息，對方知道咗，令到佢成個行動失敗咁。我係會講，我跟住來點解佢咁做，同埋點解佢會失敗，同埋個後果。因為點解呢？南韓憲法第77條規定，總統宣布戒嚴後，應該立即通知國會。其實如果你通知國會呢，國會係有權開會嘅。如果過半數議員唔同意戒嚴，總統必須立即解除。你唔准國會開會，咁國會點可以唔同意戒嚴呢？佢係冇權唔准國會開會。憲法規定佢係要通知國會，然後國會開會。而佢控制唔到國會，所以佢就唔准國會開會。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嘅黨魁李在明呢個同佢選嘅喺晚間10點40分，叫全體黨員去國會集會，守衛民主主義嘅最後堡壘。大批民眾喺國會外聚集，高喊反對戒嚴、開門，因為佢哋關咗嗰個國會大樓。但係有啲保安喺度，逮捕尹錫悅，同警察發生衝突，有啲示威者被逮捕。示威者佔據通去國會嘅8車道道路，人潮由國會伸展到汝矣島附近街道。軍警意圖設立道障阻擋民眾，軍方派出5架軍用直升機喺國會大樓上空盤旋，並試圖從國會2樓破窗而入，但同國會嘅工作人員發生衝突。即係呢，如果你要宣布戒嚴之前呢，你個次序應該調轉嘅，你要立即去控制咗國會先，國會大廈先，而且派出嘅軍力呢，顯然係唔夠嘅。我會解釋俾大家聽。國會工作人員同示威者用滅火器、加斯阻擋戒嚴部隊進入現場，打鬥不時有尖叫同咒罵聲，一度十分混亂。到咗凌晨3點，首爾街頭嘅示威逐漸平息啦，仲有600幾人守喺出邊。由於警方封鎖咗國會大門，李在明爬牆進入國會，有個圖片嘅展示領導魄力，其他議員都陸續跟進，最後成功進入議場。佢哋反應咁快呢，其實佢哋已經收到風嘅，已經係撲緊去。呢個就係結果，呢個就係完全失敗。佢哋阻擋唔到嗰啲議員入去。點解阻擋唔到議員入去啊？A 嗰個佈置嗰個國會入邊係有啲工作人員係同議會嗰啲議員呢係合作嘅。第二個人數唔夠，派去嘅軍警人數唔夠。B 係唔敢嗰啲軍警執法猶疑，係唔敢去逮捕啲國會議員或者對國會議員開槍。呢兩個一咁咧就已經輸咗啦。戒嚴部隊咧跟住想衝入去拉翻佢哋，並透過閉路電視畫面確認，企圖拉李在明、執政黨黨魁韓東勳同國會議長俞東植，結果俾人哋阻擋。
10月4號凌晨1點召開緊急全體會議，在場190個議員一致通過解除戒嚴，超過151席，俾佢開成咗會，俾佢開成咗會。根據憲法嚟講，開成咗會要求你解除戒嚴，你就要解除戒嚴。好啦，國會議員助理喺議場大門口設置3道人牆，並以家具同滅火器阻擋戒嚴部隊。佢哋因為嗰啲路好崎嶇，如果你唔用呢一個 lethal power 致命嘅武力，你冇辦法制止。佢哋入邊有好多工作人員保護議員順利完成咗表決。國會議長與元席凌晨宣布戒嚴令無效，命令啲軍人立即離開國會大廈，強調國會同人民一起保護民主。最重要嘅咧就係咧，佢哋話咗，如果國會宣布咗戒嚴令無效，嗰啲執行戒嚴令嘅軍人將會被控以叛國罪。韓國軍方咧最初表態話會繼續維持戒嚴，直至總統下令。其實咧一過咗之後咧，第一個已經唔接受呢個尹錫悅嘅命令嘅，就係在場嘅特警部隊撤出國會大廈，拒絕再執行總統嘅任命。終於所有戒嚴部隊半個鐘頭內撤離。好啦，邊個叫尹錫悅咁做呢？係國防部長金永賢，被證實係向總統建議實施戒嚴嘅人。之前嗰啲個國會陷入僵局，好多人問佢，有多啲人質問佢可唔可能實施戒嚴？佢話不可能，不可能。呢個人呢就一定要落台，可能要坐監。尹錫悅2022年總統大選以0.7嘅微弱票數當選，上任後支持率繼續下跌，最近一次跌到17% 嘅歷史新低。最大鑊就今年4月選舉，執政嘅國民力量黨只得108席，在野黨175席，佢跛咗腳，你睇下，即係等於台灣咁嘅 situation。個國會係喺反對黨嘅手上，呢個韓國呢就係總統制，但係呢個國會亦都有好大嘅權力。總統係可以任命呢個總理，但係呢國會呢就可以通過啲法例嚟搞你喎，同埋揸住個預算喎。咁於是在野黨多票嘅你呢，就要削減政府嘅預算案，計劃削減4萬億韓元。4萬億韓元，即係2000億港紙度，係 cut 晒總統府、檢察官同埋警方嘅預算。在野黨呢個就係佢提出話對在野黨嘅指控，你係令到個政府運作唔到，對政府官員提出22件彈劾案。你知彈劾要2/3啊嘛，其中10件係今年6月之後提出嘅。呢個係全世界任何國家都空前絕後，你班人。就係呢一個係個總統同個國會就係爆發嚴重衝突。如果個總統同個國會係喺唔同嘅黨派手上，尹錫悅個老婆呢，金建希涉及收受名牌包，有人送禮物俾佢，操控市場。但係其實查咗啲名牌包呢單嘢都話咗唔起訴。總統運用否決權阻止特別檢察官調查。呢個第一牽涉到佢老婆咧，好大爭議。第二，今年6月要彈劾尹錫悅嘅請願案，獲得143萬人聯署，超過法定門檻嘅5個人。在野黨更加提出彈劾，佢係好緊急。尹錫悅內外交迫，今次佢就話有啲人勾結北韓，其實就佢係為咗挽救佢嘅政權。呢個係一個豪賭嚟嘅，大家睇下，呢一個佢嘅好評呢25%，差評率71%，好少人支持佢。尹錫悅醫療案已經衝突得好犀利，嗰陣時個醫療案呢，就佢增加醫院學生，所有醫生都反對。
對於嗰啲工會、醫生工會同罷工嘅醫生採取強硬立場。呢個計劃咧，每年想增加2000個醫學生。尹錫悅宣布戒嚴令，一路鬥緊，仲有啲專科醫生咧係唔返工嘅，命令啲醫生重返國家崗位。執政國民力量嘅黨魁韓東勳喺戒嚴宣布之後19分鐘就宣布佢知道不受人民歡迎，呢個係個錯誤嘅決定，我哋同人民一齊制止佢，所以係一致嘅反對呢個戒嚴法案。前總統文在寅深夜發文，呼籲人民團結保衛民主，以前軍隊統帥嘅身份要求軍隊唔好犯與人民為敵嘅錯誤。呢個就係指當日全斗煥做嘅嘢。嗱，唔係冇唔戒嚴就得㗎嚇。南韓最大嘅工會民主勞總即刻嚟嘅，10月4號早上8點展開無限期嘅總罷工，要求尹錫悅政府下台。我相信尹錫悅政府係會立即被呢個彈劾。一個不具名嘅前南韓高階，呢次戒嚴明顯係政治策略。因為並未採取切斷通訊、實施宵禁呢啲真正嘅戒嚴手段。嗱，呢個我唔同意，係成個計劃非常差，非常差。好啦，南韓反對派共同民主黨國會領袖朴善大，即使戒嚴令被解除，佢都難逃叛國罪嘅指控。呢次事件已經令全國人民睇清楚，尹錫悅冇辦法正常管理國家，佢應該整治。嗱，我講俾大家聽。最大嘅在野共同民主黨話佢違憲叛國，發動彈劾。南韓國會300席，總統嘅彈劾要2/3同意先可以通過。共同民主黨喺呢邊有175席，在野黨在野黨。如果國民力量咧，佢一路彈劾唔到佢，因為國民力量咧有108。如果國民力量佢呢邊加埋少數黨派咧，呢個咧只係爭幾票嘅啫。如果國民力量嗰度有人唔支持佢咧，就彈劾咗佢嘅啦。呢個係根據南韓憲法，只要國會認為總統或其他高級工作人員喺履行職務時違反憲法或任何法律，都可以提出彈劾。嗱，結果今日個韓圜係點咧？2500跌到2463，跌咗2% 度，跌咗2% 度。呢一個係美元對韓元啦，呢個就係好啦。嗱，我解釋俾大家聽。我解釋嘅第一，佢係因為陷入個政治困局嗰度，覺得冇辦法施政落去，於是咧佢就想進行戒嚴。其實然後咧就唔准國會開會，呢個係等同係一個政變嚟㗎。因為如果你根據嗰個憲法嚟講咧，你要徵求國會嘅同意，你意圖唔俾國會開會，係一個政變。呢一個政變會唔會？如果佢成個政變嘅計劃非常差嘅，我要話俾大家聽，非常差。因為佢想保守秘密，因為保守秘密咧 involve 嘅人太少。呢一個就係，譬如第一，我舉啲簡單嘅計劃，如果我就會揾人安排炸低話國會大廈有好多個炸彈，清空咗國會大廈，然後燒噏咗佢先，然後請咗國會啲領袖人同總統傾偈，然後扣留咗佢哋，係咪？咁樣係咪得啊？但係咁都唔得，點解啊？成件事係冇成功嘅可能。第一，南韓已經實行咗30年民主。我話俾你聽，你呢個時候實施戒嚴，即刻 remind 翻1979年朴正熙被殺之後戒嚴，結果全斗煥奪權。一個人要奪權呢，將啲反對派，你破壞嘅民主機制，然後拘捕啲反對派，控制媒體，你需要有咩 factor？ 第一，你如果係軍人嚟講，你一定要控制到大多數嘅軍隊。尹錫悅同軍隊冇深厚嘅關係。佢上位嗰陣時咧，換晒啲高級將領，但佢同啲高級將領咧係冇
血肉相連嘅關係。喺緊要關頭呢，嗰班友敢唔敢幫你去叛國呢？控制唔到嘅，控制唔到，呢個第一。第二，如果文人政府要進行咁樣收權而進行獨裁，推翻個民主體制呢，其實第一，我講俾你聽，需要幾樣嘢。呢個人原本有一段時期有好高嘅聲望，好多時用咗反貪腐啊，或者喺非洲啲國家係國父啊之類啲咁嘢，趕咗英國人走，即係呢類咁嘢，佢本來有好高嘅聲望。然後呢，佢統治咗一段時期，佢製造咗啲個人崇拜，佢統治一段時期，就係將佢嘅親信控制晒政府嘅每一個部門，咁樣先至可以發動。而尹錫悅上台咁短時間，佢根本唔係呢個政治系統出身，就係檢控官出身，去做呢樣嘢係注定失敗嘅。因為畢竟呢一個韓國已經實行咗民主咁多年，你要嗰啲政府、軍隊、警察、人民服從你呢，尤其是你民望咁低嗰時呢，係注定失敗。美國立即係洗清楚自己嘅關係啊！美國話我冇收到佢嘅通知，美國有3萬幾軍隊喺度。如果你冇美國嘅同意你有乜可能發動一樣咁嘅嘢呢？因為如果南韓政府出現重大嘅動盪，可能引起北韓嘅武力干涉喎。你竟然，因為你又冇辦法徵求美國同意，就瞞住美國去做呢件事，所以咧尹錫悅咧係呢一個咧係一個冇腦嘅魯莽嘅嘗試，主要就係因為佢政治領導上嘅失敗而想加以豪賭，結果係要坐監收場嘅。正常嘅。我哋睇下南韓總統啦，我哋講個做南韓總統咧就撲街㗎啦，呢個就係嗰個死亡率，嗰個出事率啊，仲多過定點跳傘。李承晚俾暴動推翻咗，走去夏威夷。尹普善軍事政變坐3年監，朴正熙俾人殺死咗。呢一個崔桂霞被光州事件被逼下台，全斗煥判死刑，後來特赦。盧泰愚判22年6個月，結果坐17年。金泳三個仔收賄賂，判刑2年。呢一個金大中個仔收賄賂被捕。盧武鉉最慘啦，家人收賄跳崖逃失，跳崖死咗。李明博貪120億韓元，而家扣留緊。朴槿惠坐緊監，文在寅調查緊。即係南韓啊，係唔夠成熟嘅，即係其實我會喺民主再講，民主其實就係含有包容，其實到最後雙方在朝在野係建立喺一個共識上邊嘅，好多嘢唔能夠贏咗就一意孤行。尤其是南韓嗰種體制係總統制同總統制成日同國會發生衝突而且冇得連任係一樣好嚴重嘅嘢。嗰啲政黨經常喺度畫嚟跳去，變咗冇連環博弈呢個就係我對韓國呢一次政變結果，佢而家呢就係邊個一定俾人哋彈劾，拉埋坐監收場。韓國要再選，而再選呢，李在明一定贏嘅啫。而最唔好嘅呢，就係李在明呢係比較親中嘅。好啦，嗱，而家我攞咗呢隻藥翻嚟食㗎啦嚇，呢隻韓國 NMN 呢，我完全轉食咗呢隻嘢，因為佢呢，第一就係經濟實惠啦，第二呢就加咗呢啲嘢對我個皮膚好啦。咁就係因為真係實惠，1088蚊8折，即係870蚊，仲一送呢個雙重益生菌俾你，雙重免疫益生菌298蚊喎，870蚊中298蚊。呢個益生菌呢，你係有做 protective coating，等佢唔會俾胃酸侵蝕，
送入你個小腸度，每粒咧係有20億廿幾種益生菌嘅。咁大家如果食 NMN 咧，就我建議你食呢隻。